妈，没事吧妈？妈的，不送清北大学，2个环卫工人呢？哼，他妈也配啊！对不起，学志，要仗着自己家有钱就胡作非为。胡作非为怎么了？你们这群底层垃圾也想翻身啊！今天老子来就是要告诉你们，你的保送名额被老子定了，你的高考成绩也改成老子的名字了。天才呀，真是天才呀！快查清楚这个学生的所有资料。老师，已经查清楚了，这名考生不但完成了最后一道大题，还是保送清北的高材生，名叫徐志。徐生，你们家的钱可以花一辈子都花不完呀！可是这孩子只有上大学这一条路啊！你要把他的名字占了，这孩子可怎么办？徐生，我求你，我给你跪下还不行吗？爸，别跪！滚啊！妈！想让老子把名额还你，可以啊！你们2个老不死的给老子学狗叫啊！老子挺高兴的，或许可以考虑把名额还给你们。学生，我跟你拼！你别打孩子！别打孩子！我学狗叫，学还不行吗？老东西，你倒是学呀！啊！你可要说话算数，把名额还给苏晨！不要！真是3条蛤蟆狗啊！你以为学几声狗叫，老子就会把名额还给你们了吗？真是太蠢了！思辰，以后只要我徐志在江城驿，就他妈休你一天，让你永无翻身之地。走，明天，继续。爸，你没事吧，爸？孩子呀，爸没本事，你认命吧。第1届工业大摸底栏目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录制时间，获得比赛前10名的选手将会被大夏知名高校破格录取。爸，咱不认命，只要上交那个东西，咱不认命又能怎么样？最后一天，重获一世，获得比赛前10名该来的还是来。将会被大夏知名高校破格录取。喂，是工业大摸底栏目。姓名：苏晨，单位：江城中学高3学院。在项目：我要上交光刻机，超越纳米级的光刻机。灯光组准备，导演组就位，主持人上场。在上马前推。开始录制。上一世，我以一己之力，让大夏步入芯片威慑时代。
国不要妄图发射原子弹，否则我会让你的原子弹从哪里发射的就回到哪里去，冥顽不灵！所有指战员，听我口令。是。超级芯片装置启动完成。3、成功切断对方与核弹连接。2、进入芯片威慑模式。1。老师，对方原子弹已经返回到发射点了，我们成功了！成功了！我们成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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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老师，你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这就是芯片威慑的魅力。从今往后，再也无人敢对我大夏不敬。这一世，我要让所有的人提前50年来到这个世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又见面了。您正在收看的是第1届工业大摸底栏目。咱们已经看了70多个项目，竟然没有一个人接这个百强榜。是啊，没有一个能入眼的，大多数都是浑水摸鱼、大话连篇。百强榜真有意思。我们华尔街对华夏的技术封锁已经达到了2800多项，百强榜中的技术难题更是其中最重要、最困难的是，大夏不可能最短的时间内破解的。亲爱的总裁大人，我已经感受到他们的绝望了。大夏人竟然想要这种娱乐场节目中寻找天才，哈哈哈。你说的太对了，爱丽丝。给大夏人供应的次品芯片，再给他们加30%。哦，不，50%。我很喜欢像他们这种生活在痛苦中却又无能为力的样子。再这么下去，我可就不录了。这明显是在浪费咱们的科研时间啊！可不是吗？主持人重磅消息，百强榜中难度第77的任务被人接下了。什么？各位观众朋友们，竟然有人揭开了百强榜，这位神秘人物居然只是一位高3学生。老陈儿，怎么你也敢来参加工业大摸底啊？跟你有什么关系？老子来参加这节目是扬名立万的，你不会以为会做几道题就懂工业发明了吗？充其量就是个小镇做题家，这种成绩不是你该来的。狗都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下镜子你皮又痒痒了吗？现在有请学长入场。老子现在有正事要办，待会再收拾你。徐志，17岁，江城中学高3学生，保送清北大学。徐志选手居然撕下了排名第77位的战斗机隐身技术名牌，这将是我们第1位挑战百强榜的选手。敢接下百强榜，看来有几分胆色。百强榜其实就是大夏被西方抢夺的100项技术，其中每一项都是难以逾越的鸿沟啊！快让我们看看此人是何来历。根据徐志同学的履历，我们丝毫不怀疑他有能力揭开这个难题。各位专家、主持人，你们好，我是徐志。除了我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天才之外，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我们爷爷，著名科研工作者徐有为。什么？你竟然是徐老的孙子？老师，徐志参加了一档工业大摸底节目，他一上场就接下了从没有人敢挑战的百强榜。徐志不但对芯片技术了解得如此深刻，还对战斗机引擎材料有感，真是人才难得呀！老李，这个徐志的爷爷徐有为，好像和你是同门师出的是兄弟吧？上学，新家生了个好孙子呀！快给我拎上！
徐志是我大夏的天才，我要即刻把见到他。开车太慢了，司令，我大圣有专机过去，我一刻都等不了了。好，我立即安排。我也迫不及待想见一下我们大夏的东洋之贼了。老师，专机准备大概30分钟，30分钟后您就可以直飞江城了。快，一定要快！是。徐老可是江城科研界的泰斗啊，我们都是徐老的学生。当真是将门虎子啊！战斗机隐身术可是一门很难攻克的学科啊。徐志，他在撒谎。徐志，你满口谎言，不学无术，更是抢走原本属于我的宝兵。你简直是胡说八道！徐志是徐老的孙子，而你呢？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其实苏晨也是名门之后。他爸妈是江城的环卫工人，小子，老子就抢你名额了，怎么着了？你说他们是相信你这个环卫工人的儿子呢，还是信我这个学术太太的孙子？是什么人？空口白牙的，竟敢污蔑徐老的孙子！事实的真相如何，马上就会揭晓。徐志，我会让你知道，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阴谋诡计都是。根据这位同学的报名资料来看，他叫苏晨。苏晨同学，请问你有什么实力能让我们对你刮目相看呢？主持人，我要挑战。苏晨同学，你要挑战的任务是……天哪，苏晨同学也走向了百强榜，难道他要挑战的是第99位挑战榜？这样一来的话，苏晨将是第2位揭开百强榜的选手。看到了，苏晨同学他走向了10强榜，难道他要挑战的是？苏晨同学要挑战的是10强榜。主持人，我要挑战的是难度第1的芯片技术。你算个什么东西？竟敢在这里如此嚣张，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快把他赶出去！放屁！你简直就是在放屁！狗屁不通！你当这是什么地方？是你能撒野的吗？简直就是垃圾！还不快滚！滚出去！苏晨同学，你说你懂芯片技术？是的。简直是胡闹！你一个高中生，你懂什么叫芯片技术？是谁教你的？没有人教我，我自学。苏晨，你好大的口气啊！没有人教你，自学成才，你就懂芯片技术？黄口响铃，满口谎言。苏晨，你知道为什么芯片技术被列为第1难题吗？我当然知道，而且我比你们任何人。上一世，大夏国依靠我制造出来的超级芯片，进入了芯片威慑时代，从此大夏无人敢犯，再也没有任何不公平的事情降临大夏。公平是靠硬实力赢来的。好，那你说说看。芯片制造之所以难，难就难在需要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当中装入上亿根晶体管和近万米的金属线，这就好像在一根头发丝上装入上千种的高中化学输入，而且不能出现一丁点差错。众所周知，我大夏的芯片技术被华尔街抢。经常有人问我泱泱大国怎么就造不出一块小小的芯片呢？芯片的技术难点在于光刻机。如果要找到这个世界上最困难、最复杂、最昂贵的设备，光刻机敢说第2，就没有人敢说第1。看来你平时没少看科普节目。说那么多有什么用？这些理论知识谁不知道？苏晨，这不会是你刷文刷来的？光刻机，我造出来了。你开什么国际玩笑？吹牛也不打个草稿。苏晨，你知道造一台光刻机有多难吗？你知道造一台光刻机要耗损多少资源吗？你就敢扬言你造了一台光刻机？这个叫苏晨的竟然口出狂言，声称自己造出了光刻机，恐怕他连芯片技术最普通的知识都没有。
老师，造出一台光刻机真的有这么难吗？岂止是难，简直难如登天。光刻机是高精度、高准度的机器，这个准确度要求到底有多高呢？我们打个比方，在你头上顶一碗水，让你以极快的速度从法国冲赴法国，不仅把你的水一滴都不洒，而且你路上踩的每一步脚都必须踩在预定好的位置，一丝都不能出差错。这个速度可能是1秒，甚至是毫秒。苏晨竟然说自己发明了光刻机，你们信吗？肯定是假的呀，他也就跟我们年纪差不多大，怎么可能发明出这？他就是来炒作的。现在这年头，有些人为了点流量，什么事情干不出。这孩子也太不靠谱了，那可是光刻机，我们大厦被卡脖子那么多年都没突破，他一个刚高考完的小屁孩，怎么可能造得出来？真的假的？光刻机，我们大厦不是被卡了好几年脖子了？绝对不可能是真的，估计是节目组给的那个剧本吧。这孩子想出名想疯了吧？对呀，得拿出来看看呀！哼，现在真是什么人都要来碰瓷光刻机了。谁让这几年我们大厦被卡脖子了呢？只要一提光刻机，那就是炒作流量。有些人为了一点流量，什么事情都能拿来炒作。这种事情是能拿来炒作的吗？这可是国之重器，国家大事，在这些人眼里就是博取眼球的工具。我没有听错吧？啊，你说你一个小小的高中生，竟然造出了光刻机？你当我们这些专家都是吃干饭的呀？光刻机我确实已经做出来了。好，你说你造出了光刻机，光刻机呢？啊，在哪里？你带我们去看看。不是老陈，你真的相信一个高中生做出了光刻机？我相信我父亲正在送来的路上。爸，您务必在5点之前把这个东西送到这个地址。儿子，要不咱们再好好求一求徐少，让他把名额还给你。爸，没用的，他们这种人根本就不在意我们的前途，我们的死活对他们来说就只是一个游戏。对付他们，就必须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比他们强。我们有钱有权，我们拿什么跟人家斗？我们斗不过人家。您相信我，这一次我一定要把蒙在我们苏家30年的耻辱洗刷干净。不要再傻，你以为爸爸没有看真过你？可是这个是什么？这就是代价，这就是代价。爸，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我和你一起，我们一定会站在大夏最高的科学殿堂。儿他妈，快来帮个忙，把东西给孩子送过去！快，你说你发明出来，那就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啊！你看看人家徐志多么优秀，你呢？撒网成性！有你这样的年轻，就是丢了我们大夏的脸。光刻机我确实已经做出来了。你做出来就拿出来啊！是空口无凭，拿出来！苏晨同学，按照节目组的要求，您需要对你的成品进行一个展示，我们也会邀请最权威的专家进行验证。没有产品就别在这里浪费大家时间，下去吧。我相信我父亲一定在强大反对。父亲，大家可能有所不知，苏晨的父亲就是18年前学术造假给整个江城蒙羞的那个人，苏建白。苏建白是他，你认识？才不屑认识他，他就是学术界的败类。早在18年前，他就被整个学术界封杀了。什么？苏晨是那个学术造假分子的？这样的家庭能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无非就是又一个学术骗子。光刻机绝对不是一个高中生能做得出来的。这个苏晨呢，和他父亲一样，满口胡言。同样都是一个学校的高双学生，差距怎么就这么大？看看那个徐志，再看看这个苏晨，我就来气。钢筋准备好了吗？
我要亲自去江城收拾这个苏晨。我去，陈他爸竟然学术造假！苏晨同学，鉴于你父亲的历史，他应该没有脸面出席在这个场合。真能渣呀！不用想了，这光刻机啊，肯定是假的。就是，肯定是假的。要不你还是放弃吧。不能放弃。雪白，你还有脸来这里？大夏文学界永久出名的败类，竟然还不死心，居然当着全球直播的面撒下这个弥天大谎！你究竟是何居心？他们父子俩，无非是想让整个大夏跟着他们一块蒙羞，直接将这个诈骗道具给他砸了，一了百了，全世界看我们的笑话。景致，你差点毁了什么吗？不就是一堆垃圾吗？你他妈的还真当真了？请欢迎接到现场。苏晨啊，这个小箱子就是你造的光刻机啊？没错。胡闹！简直太胡闹了！总有些人妄想通过节目来炒作自己，你这种人啊，就是最可耻的。科学是严肃的，知道你为了达成某些见不得人的手段。目前最顶尖的光刻机，内部零件高达10万个。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一辆大卡车的内部零件才5000个，一台光刻机就等于20辆大卡车的总量。整台光刻机的重量高达180吨，你竟然说这么一个小盒子就是光刻机？是的。那你倒是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啊！对呀，你拿出来让大家看看。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感受一场来自50年之后的科学洗涤吗？准备好感受一场安放黎明车的光吗？苏晨，这个小箱子就是你说的光刻机啊？是的，我这台机器不光是一台完整的机器，而且是精度超越纳米级的机器。荒谬！你简直太荒谬了！你竟然说你这台光刻机超越了纳米级？没错。你知不知道，根据摩尔定律，光刻机的精度是不可能超越1纳米的。老公，什么是摩尔定律啊？所谓的摩尔定律，不过是摩尔的错误猜想。你说什么？你一个区小高中生，你竟敢质疑摩尔？摩尔可是芯片之父，全世界芯片的创始人，你竟然说摩尔是错的？哦，那这位专家，我请问你，所谓的摩尔定律，只是摩尔对芯片发展行业的预测而已，是还是不？这又怎样？摩尔预测，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大概每2年的时间，芯片的大小就会减少1%。我说的对还是不对？对又如何？这就是所谓的摩尔定律，并不是什么高知识。老婆，我以为什么高大上定律啊，原来就是加量不加价。摩尔定律就这么简单啊！人家不解释，你听得懂吗你？可摩尔定律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被验证过，它的规律是正确的。真是可笑！一条预测仅仅只是摩尔个人经验之谈而已，仅仅只是被半个世纪的时间验证过，你们就当做瑰宝，就奉为铁律。难怪我大夏的芯片技术迟迟没有突破，就不是没有原因。
大放厥词，你简直就是大放厥词！难道我们这么多专家都不如你这个毛头小子吗？我早就说过了，所谓的摩尔定律，只是摩尔作为芯片行业的同业个人经验之谈罢了。所以接下来我要说的才是突破纳米级技术的关键。我劝你们最好拿笔记下来，毕竟这将是我们空中最为宝贵的东西。你一个小小的高三学生，竟然来教我们，给我们上课，我没有听错。不然，你行啊，挺能吹呀。这个苏晨说的是对的吗？摩尔定律确实只是摩尔个人的经验之谈，这一点他说的是对的。只不过目前为止，摩尔预测都未证实是正确，也就是说没有证据足以证明摩尔定律是有误。这个苏晨恐怕是知道一些皮毛东西吧。原来是这样。好，我们暂且不论摩尔定律的真实性，我们抛开摩尔定律。你说你制造出了超越纳米级别的超级芯片，你知道你说的这个是什么概念吗？我当然知道，目前世界上能够实现量产，仅仅为精度为5纳米的芯片。目前华尔街已经研制出来3纳米，不过这些相对于我制造出来的超级芯片，它们毫无存在的价值。好大的口气，区区5纳米！你知道我整个华夏现在只能产28纳米的芯片，这中间不就是相差20纳米？据我一根头发丝的大小，这足足有10万吧，20。如果真像你说的那么简单，芯片会被列为100项卡脖子技术的手绘吗？我们大夏可以造出原子弹，造出氢弹，甚至有一个韩城的高三学生造出了可控核聚变。我可以负责的说，我们距离5纳米精度的光刻机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缩短这23纳米的路，简直要比横跨大夏还长。就算给大夏30年，不，再给50年，都无法逾越。这对于你们来说的漫漫长夜，我已经替你们走过了。我说了，你们造不出来的芯片，我造出来了。这么说，苏晨同学，你真的造出了纳米级别的芯片？还纳米级芯片？做梦！简直痴心妄想！那你装什么逼呀？我制造出来的不是纳米级别的芯片，而是超越纳米级别的芯片。大言不惭！你便是大言不惭！我们和整个大夏之力合作出来28纳米的芯片，而你竟然说你能造出超越纳米级芯片的芯片？你真是笑死我了，苏常！制造芯片那么大夏那么多的院士、专家这么牛，难不成你想说被你一个废物给解决了吗？混账！自从你说出你制造出超越纳米级芯片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啊，你什么都不懂。我们这些专家还容忍你一个高三学生在这里胡闹，这简直成笑话呀！苏晨他就是来捣乱，所以我建议各位专家直接将他赶出这档节目。现在收视率上升，苏晨多讲话，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苏晨同学，你说你造出了突破纳米级别的芯片，你有什么证据吗？各位先不要着急指望，不妨先听我说完。因为我找到了一种材料，一种可以突破芯片级别的材料。什么材料？众所周知，芯片的主要材料为硅，而硅原子的大小就只有1纳米，所以以硅为材料的芯片，极限就是纳米级别。你就别卖关子了，你就直说吧。我制造出来的芯片不是硅基芯片，而是氮原子芯片。什么？氮原子芯片？没错，氮气的原子大小只有0.3皮米。请问专家，什么是皮米？皮米是比纳米更小的单位，1纳米等于1000皮。氮气在液氮状态下有很强的着床能力，便于雕刻电路。氮气变为气态时，大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这就是我制造出来的芯片——氮原子芯片。氮原子芯片技术
怎么可能？那岂不是说，如果苏晨同学所言非虚，他造出来的芯片要比纳米级别的芯片强大1000倍？照这么说吧，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当今世界上所有的芯片在他面前都没有还手的机会。我们可以上去看看吗？当然可以。我怎么就没想到呢？1纳米，这硅原子的最小单位就得1纳米。如果8纳米换成其他材料，不就可以了吗？这个发现理论上是可以的啊，那就是真的有可能超越纳米级的光刻机。现在该怎么办？保持住，看专家的反应，这个大原子芯片很有可能是真的。要将我与苏晨一起写进未来的教科书啊！你知道超越纳米级的芯片意味着什么？啊，你到底是谁？我不过是大夏的一个少年，一个渴望大夏伟大复兴、屹立于世界之巅、叱咤四方的少年。这皮影什么的芯片是啥呀？这芯片啊，就是算力，小到咱们的手机、电视，大到飞机、坦克、原子弹，只要这算力超过对方啊，就都可以控制。但是这个芯片啊，要是真的能够超越纳米级别，就真的可以掌控全世界了。你的意思是说，算力就是钱啊，谁多谁牛呗？这故事似的。这苏晨说的是不是真的？1米，亏他说的出口。世界上最顶级的光刻机，都还没有摸到纳米级的极限呢。是满口胡言。单元的芯片傲慢，这是芯片之神降临了吗？Boss， 万一他们说的是真的呢？怎么办？这绝对不可能。如果这是真的话，我把脑袋摘下来上。这个装置会装载的超级芯片，随时可以什么？单原子芯片超越纳米级的超级芯片？单原子比硅原子小，竟然有人利用单原子做出超级芯片，这种东西怎么可能出现在现在这个时代？这种改变全世界的东西是根本不可能在这个时代的事，哗众取宠罢了。山县院士，这事儿在你大唐也传遍了，直播我都已经看过了。超越纳米级的光刻机根本就不可能是真的。喂，薛教授。瞧，咱们的交易已经完成了。一个华尔街的资本家，难道连避险都不懂吗？放轻松。听说你们大厦一个高中生发明了超越纳米级的芯片，用不着你来调侃我。什么超越纳米级的芯片？这乱胡言乱语些什么？我建议你还是看一看你们的大厦，真是一个有趣的一个题。马上通过，飞车，飞车！导演，公映大魔帝的栏目时间已经到了，咱们后面还有综艺要录。什么东西？你没看到我们的收视率已经达到10%了吗？这意味着至少有1亿的观众坐在电视机面前看着我们的节目。我还收到消息，至少有40多个人赶往大夏，赶往江城。可是，他们不和个人大明星，我们都拖起了。对啊，你赶紧想出一些办法，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把他们给我拖住，能拖多久拖多久。在下让他们暴动。哎，你怎么还是不明白？这个话题的热度那是空前绝后的。有
讲怎么样啊？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别说整个大夏，那整个蓝星都要因为他而改写啊！到那时候，我们新时代的见证者。我马上去办。你怎么能证明这个单原子芯片是真的？我当然可以证明。台长，你怎么还亲自给我打电话呀？听着，苏神的单原子芯片太有话题度了，一旦验证，一定会被发现是假的，一定要拖住啊！那可怎么办呀？现在增加一个环节，徐志是徐老的孙子，战机隐形技术一定是真的，先验证徐志的战机隐形技术。好的好的，我马上通知主持人。不对，你怎么能证明这个单原子芯片是真的？我当然可以证明。那你赶快验证啊！对，你验证。明白。各位专家，按照顺序是徐志同学先接下的百强榜，要验证也是先验证徐志同学的战斗机隐形技术。各位专家，主持人就没有必要把这个时间浪费在这个废物身上，跟着某些人夸夸而谈不。我研究的战斗机技术才更具有现实意义。战斗机隐形技术可是被列入百强榜的技术，这项技术已经被国外封锁了20多年。你小小年纪就把它攻破了，简直不可思议呀！徐志同学，你能否仔细的讲解一下战斗机隐形技术的技术理论呢？各位专家，我发明了一款可以让战斗机隐形的涂料，只需要在战斗机的表面上涂上这个颜色，就可以进行雷达测试，在敌军雷达系统中消失无踪，从而达到隐形的效果。什么？仅仅是一款涂料，就实现了战斗机隐形的效果？这怎么可能啊！各位专家，这就是我发明的那个隐形涂料，可以躲避雷达测试。快！马上进行验证。对，请栏目组的技术专家马上对徐志同学的发明进行验证。雷达做实验开始。我们的技术专家将徐志同学发明的隐形涂料涂在一辆汽车上进行验证。主持人，时速20公里，雷达无法捕捉到实验车速，验证成功。报告，雷达无法捕捉到实验车速度，是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意思啊？你的车在高速上行驶，雷达探测不到了呗？为啥拍不到啊？因为涂了这个涂料，在这个车的雷达的眼睛里看不到了，隐身了。哇，这么厉害呢？那可不，这可是科研世家的传人啊！小小年纪就出手不凡呢。时速40公里，雷达无法捕捉到实验车速度，验证成功。时速提高到40公里，已经验证成功了。时速60公里，验证成功。时速100公里，验证成功。主持人，经过技术专家的实验，徐志同学发明的隐形涂料在战斗时达到音速的时候，也具有良好的隐形效果，验证成功。恭喜徐志同学验证成功。作为第1名接下百强榜的选手，就一举验证成功，可以说是毫无悬念。没想到这一款小小的涂料，竟然解决了战斗机隐身的问题。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枉我们活了这么久，居然从来没有想过出这个角度啊！徐志的发明要获得诺贝尔奖啊！果然是虎父无犬子，不像某些人就知道耍嘴皮。什么？徐志才17岁就获得诺贝尔奖了？天才，这就是天才呀！人比人气死人，生儿子就应该生徐志这样的。太振奋人心了！没想到徐志对芯片制造有着天才般的见解，竟然还独自研发出了隐形涂料。传令下去，鉴于徐志在军功上特殊的贡献，特授予徐志为少尉军衔，上尉军衔。老板，这就是要招的人。徐志这样人才，我大夏越多越好。专机准备好，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就想要把徐志接回大夏科学院。老师，飞机已经在做飞行前的准备了，大概还需要15分钟。徐志竟然获得诺贝尔奖，太厉害了吧！一个高中生
竟然能获得诺贝尔奖。别理，人家可是明明之后打小就开始搞科学。苏晨，看到了吗？老子的发明简简单单就通过了验证，这就是你跟我之间的差距，犹如天堑。徐志，你的发明，你这个发明是你爷爷徐有为私下给你的吗？胡说八道什么？这就是我的发明。别说是你徐志了，就是你爷爷徐有为也没有这个能力发明。18年前，你爷爷有一个学生已经攻克了银芯涂料最核心的技术，可你的爷爷却把它据为己有。如今你也居然敢堂而皇之拿这个东西到这里来炫耀，你放屁！这就是我爷爷研究发明的，关他学生哎，说漏嘴了吧？不是说是你自己吗？恭喜徐志同学的发明验证成功。徐志同学是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挑战100强榜成功的选手。看来此次工业大摸底的冠军非徐少莫属啊！这不是还有一个苏晨吗？好，算了吧。徐少的发明验证成功，证明了一件事情：科研是需要传承且源远流长的，不是什么野路子都可以。苏晨同学，下面就到你的验证环节了，请问你准备好了吗？这个装置就装载了超级芯片，随时可以进行验证。这个装置就装载了超级芯片，随时可以进行验证。只是你说这是超级芯片，它就是超级芯片。原理图上拿出来。你问问大家，他们愿意在节目上公开吗？怎么？拿不出来了吧？装不下去了吧？苏晨，你就是个大骗子！你是真的不知道原理可以公开的后果？你想搬上卖国去？注意，镜头拉远，不要拍到设备任何细节。稍等，苏晨同学，这真的是搭载了超级芯片的装置吗？芯片技术到底该如何验证呢？芯片技术代表的就是算力，芯片越强，则算力越强。现在。我要让你们所有人见证一场震撼人心的算力表演。算力，请问各位专家，算力是什么？算力，简单的说，就是芯片的计算能力。一台超级计算机运行1年的功率，就是一个算力单位。我们都知道，江城中心的西湖底下布满了超级计算机，以西湖底下所有的超级计算机满负荷运行1年的算力，约等于10万以上的算力单位。区区10万个算力单位，也值得你们沾沾自喜。我的超级芯片的算力远超你们的想象。如果是苏晨，你不会想说你手里这个小小的东西都要比整个西湖底下的超级计算机的算力都强吧？他们在超级芯片面前根本不是一回事。狂妄！你简直太狂妄了！知道西湖底下的计算机群是整个大夏算力最强的存在。当你了解到我超级芯片算力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想。好好好，你说说，你手里那个什么玩意儿，它的算力是多少？你说说，就可以达到这个。你不会想说，你手里这个小芯片啊，1小时的算力就能达到1000单位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千万不要被这个小子给唬住了呀！他就是吹牛不打草稿。你们的世界还是太过狭隘，你们也太看不起超级芯片的算力了。它能在1小时内达到上万个算力单位，这怎么可能？不止，那它可以达到什么级别？10000亿级。1亿个单位的算力值？1亿？那是什么概念？全球最强的算力中心在华尔街，就算是大，不，这是1000个、1万个，
也产生不了如此庞大的算力。什么？万亿级别的算力？万亿级别？没错，我手里的超级芯片可以达到万亿级别。闭嘴！什么超级芯片？就是在哗众取宠。闭嘴！徐教授竟然惊动了徐教授。爷爷，你可算来了。当年你父亲学术造假的事，让我损失了多少名誉，丢了多少还没跟你算账。知不知道今天世界各国的学术同僚都在打电话讽刺我？今天我让大夏没有你父子的容身之地。徐有为，我父亲学术是不是造假？我的研究是真是假？今天所有的一切都会一清二楚。是真是假？当今世界上最强悍的黑墙科技，不过也才50个算力单位而已。竟然大言不惭，说自己研究出了万亿级别。就是，徐乐说的对，朱晨，你知道万亿级别的算力单位意味着什么吗？恐怕全球的算力加起来，也没有1万亿个算力单位吧？没错，我的超级芯片的算力比全球的算力加起来还要强。说的那么深，这1万级算力单位到底有多厉害？平时让你多读点书，你干嘛去了？这么跟你说，如果说苏晨设计的这个超越纳米级芯片的光刻机，他制造出来的芯片是宇宙飞船的话，那华尔街最强的3纳米级别芯片，那就是台可自行车。你就是真冒烟了，你也追不上啊！这也太夸张了吧？那我大夏岂不是能反过来掐那群米国佬的脖子了？小意思。你说万亿级别就万亿级别啊？你怎么能验证？验证，当然可以验证，但是你们得准备好承担验证后果。后果不过就是一枚芯片，能有什么后果？你们想要验证万亿级别的算力单位，恐怕全球的网络将会承受不了，将会瞬间陷入瘫痪。苏晨同学，虽然我不懂你们说的算力是什么意思，但让全球网络瘫痪，这是不是太夸张了？万亿级别的算力单位涌入全球，涉及到千万个行业，军事、医疗、交通、通讯，所有能想象到的一切都会被这个小小的芯片彻底掌握。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全球网络总共拥有的算力恐怕也不过数亿个算力单位，而一座城的算力也才50万个算力单位。你的芯片，小小一枚芯片就能在瞬间产生1万亿单位的算力，你要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任。我当然可以负责，但是我恐怕你们没办法负责。苏晨同学，这是什么意思？我可以让全球网络瞬间陷入瘫痪1秒，再重新唤醒。 1秒钟而已，应该没关系吧？闭嘴！全球网络瘫痪1秒，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开车没有交通系统灯，所有办公全部瘫痪，医院中的仪器全部无法使用，只要你能想到的，那都跟网络挂着钩呢。你觉得这是我们节目组能承担的吗？导演不好了，那几个明星啊很生气，现在也准备联合粉丝对咱们进行网络攻击了。不行，这节目绝对不能停，这关乎着我大夏的未来啊！这样，我亲自去安抚他们。你来维持节目继续运行，绝对不能停啊！走。真的要验？是不是从头到尾都是谎言，所以验证不了？宋简白不是个好东西，他的儿子同样也不是个好东西。这是万亿级别的算力单位吗？我倒要看看如何使网络瘫痪。别人不行，不代表我不行。我教了这么多学生，你爸是唯一一个学术造假的垃圾，简直就是大夏学术界的耻辱。你和你父亲蛇鼠一窝，简直是大言不惭，说自己研究出了万亿级别的芯片。人家华尔街那么多精英大佬，科技领先大夏50年都没算出来，你这黄毛小儿算个什么东西？既然如此，你们敢让我立刻验证？何不敢？难道华尔街研究不出来，我大夏就不能研究出来吗？难道我大夏的科技实力一定要落后于华尔街后面？没错，人家华尔街硅谷
有多少精英，多少天才，大夏一步落后，步步落后，凭什么赶超人家？你做梦吗？这院士怎么这样？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啊！就是，他到底是不是大夏人呀？真气人！你不行，不代表我不行，不代表我父亲不行，不代表大夏千千万万的科研工作者不行，不代表大夏未来千千万万的学子不行。我泱泱大夏，一定会屹立于世界之巅。放屁！满口狂言！我今天就来揭开你们两个恶心的真面目！来人来！徐院士，请问这是？你不是说要让全世界的网络瘫痪吗？不是说你的芯片有万亿级别的算力吗？我这台算力验证器就可以测出你的芯片到底是万亿级别，还是一块垃圾。你们真的能承担这里面的损失吗？不用在这拖延了，废话再多也不会成真。如果你真的研究出了超越纳米级别的芯片，我就跪下来给你父子俩道歉。好，这可是你说的。我已经将芯片插入你的设备，随时可以进行验证。只是验证的后果，我怕你们承担不起。我活了这么大，还没听过这么嚣张的话。你们的这台设备只能承载纳米级别的芯片，我早就说过了，我的是超越纳米级别的芯片。一旦芯片开始运行，强大的算力开始涌入，不是你们这个设备可以承载。我的这台设备背后链接的是整个江城的算力储备。你要想让这台设备超载，你瞬间涌入的算力至少要超过整个江城，简直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徐教授这么着急跳脚，是害怕当年重现了。当年您作为我父亲的老师，就比不过我父亲。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依旧比不过我。你就是个废物！你知道我爷爷是什么级别的教授吗？还有胆子敢在这儿叫嚣，穷乡僻壤、刁民，还妄想比公理。我随时可以进行验证，但我需要确认，如果造成损失，这一切的后果谁来承担？一旦芯片开始运行，强大的算力会涌入，你们的这个设备会报废。3分钟之后将会涌入江城，全城断电，全网瘫痪。紧接着是大夏，最后是全球，将会无一幸免。你们真的准备好承受这个结果？我们就是个小节目，哪承担得了这些？导演，他就是吹牛博关注，他要真有这么厉害，还会来我们这个节目呢。早就有世界各国研究所抢着要了。我承担。你确定？所有损失我都能承担，尽管去试。爷爷，你没必要承担。他说的话从头至尾都是个笑话，可能出现吗？啊？徐教授，您就不怕我真的成功吗？怕你的学术垃圾笑话。我说了，只要你能成功，你和3个响头。好，我希望3分钟之后你会兑现自己的承诺。请江城所有民众保存好手机、电脑等设备中的重要文件。超级芯片即将运行，3分钟之后，强大的算力涌入，全城断电，全网瘫痪，江城、大夏乃至整个圆球将会进入黑暗时刻。院长，如果苏晨做到了，会有什么后果？他真的做到了，在万亿算力单位的冲击下，就像他说的，这是江城、整个大夏，甚至整个全球可能会陷入瘫痪。竟然真是这样！到时候，大到飞机、卫星，小到耳机、手机，所有装了芯片的电气工具，只要处于联网状态，形成的算力风暴席卷，轻则报废，重则爆炸。研究所的所有设备也是一样，会全部爆炸的。3分钟之后真的会像他说的那样断网断电吗？唉，
怎么可能呢？他一个刚考完的学生，怎么可能实现100年以来整个人类都无法实现的技术革命？就是，我们的英雄是徐志这样的科研天才，他这个垃圾算什么？老公，我们到底要不要听苏晨的，保存文件什么的，防止断电断网啊？你听他吹牛逼，这怎么可能对我们有影响呢？这种由于整个世界的超级芯片，真的已经研发出来了吗？既然连我们都受到影响，大夏一直都只能制造出28纳米级别的芯片，100年来从来没有取得任何一个突破，超级芯片根本不可能。这个书生这是谎话连篇，玄子找上门来了，还死鸭子嘴硬。100年以来最先进的芯片技术一直被华尔街忽略，华尔街在整个全球横幅实时发展，芯片售价更是天价。所有国家，包括大夏，只能任由华尔街实施技术上的补贴，什么超越纳米级别芯片，到头来只怕是一场空。老师，苏晨说的，这不可能是真的吗？能是真的吗？我这个不懂学术的人都听出来了，苏晨就是一个投机分子。我也希望是真的，但我国家科学团队研究了上百年，也未能有突破。苏晨一个高中生，怎么可能会由于大夏所有研究团队的专家呢？老师，如果我们能够研究出超级芯片的话，如果我们没错，华尔街霸权时代将会倾斜，大夏国际的竞争力将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大国将重新起来。到那个时候，是所有国家受大夏的牵制。但很可惜啊，目前大夏想要达到这样的成功，仍然是遥遥无期。如果大夏真的能做到就好了。如今的时代早就不是动刀动枪战争的年代，而是远势力的战争，是科技的革命。科技革命将覆盖整个国家的经济、军事、政治领域。谁能够把握最先进的芯片技术，谁就能领引全球整个发展和变革。所以，我想，徐志也许就是我们需要的那个少年，他的未来一定不可限量。各大高校生都已经在赶往进城的路上，而且世界各国军方、科研所的代表也已经有所行动，可能真的要和我们抢人了。还没准备好吗？一定要最先赶到！大夏天才的少年，真能属于我们大夏民族的。老师，已经准备好了，您2位先上飞机。这个就不带了，飞机上没有信号。院长，院长，你看电视直播了吗？有一个叫苏晨的高中生，说3分钟后要让咱们大夏的网络瘫痪。哼，节目炒作罢了，毛头小子吹牛你也信？可是要是不提前准备的话，要是网络真的瘫痪了，那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呀。你是不是傻？你是不是傻？滚蛋，别来烦我！倒计时开始，5秒钟，历史将改写，芯片威慑时代即将到来。5、4、3、2、1。老师，对方量子弹已经返回，回到发射点了，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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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这就是芯片为生的魅力。从今往后，再也无人敢对我大夏不敬。真的能承担这里来的损失？不用在这拖延了，
废话再多不会成真。如果你真的研究出了超越纳米级别的芯片，我就跪下来给你父子俩道歉。小陈能成功吗？不管怎么样，我们跟小陈一起承担。他说的我怎么没听懂啊？哎，你不用懂，你只要知道咱们大夏这会儿丢人丢大发了。人越穷脸越大，越会异想天开。你看这人吹牛啊，自己都信了。哼，真是痴人说梦。哎，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后果。瞅，设备好好的还吹牛呢。算力涌入需要时间。需要时间？需要多少时间？10年？20年？书晨，你不会在耍我们玩吧？30秒，还需要30秒。你们的这个设备将会变成没用的废品。说谎不打草稿啊！我们大夏如果都是你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无耻之徒，大夏就完了。等等，我相信他说的，这个设备开始有异样了。你真的相信他说的鬼话？这台设备出自我的研究院，目前是最先进的设备。你以为是谁都能造出来，谁都能破坏的吗？还有3秒钟，3、2、1。你那个垃圾芯片，竟然把徐老的设备给烧坏了！我说了，它承载不了这么庞大的算力，报废是在预计的结果范畴之内。你是不是植入了病毒，把我爷爷给烧了？把我爷爷的设备给烧了！苏珊，你和你那个爹一样，只会给科研带来危害，让科研倒退的垃圾！赶紧给我爷爷道歉，下跪道歉！我早就声明，一旦芯片开始运行，你们承载不了这个错误。设备的损坏只是第一步，而且我刚才验证这系统的系统已经给我保证过，所有的损失我一力承担。你他妈还敢狡辩！老子告诉你，就算是你搭上这条贱命，你也赔不起这个设备。后果我早就说过了，你们还是先担心，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就算被拿火锅烧了设备，那结果呢？电停了吗？网停了吗？对呀，说好的停电呢，也没停啊，这儿也没停，演播厅也没停，还敢吹牛说整个大夏，还不知天高地厚的把设备烧了，节目组应该找他赔钱才对。我刚刚还差点就信了。2分钟，还有2分钟，江城不可能再有一个地方是亮着的。苏晨，你瞅瞅，你瞅瞅，你连演播厅的电都没有本事断，还妄想断整个江城的电，还2分钟。苏晨，就算再给你20年，你能把演播厅的电停了吗？知不知道？就因为你说你发明了所谓超级芯片，连国外学术界都震惊了，大夏成了全世界的笑话。什么？连国外都惊动了？国外那么先进的科研所，花费了那么多的时间，才研究出3纳米级别的芯片。你不知天高地厚，竟然说自己研究的是超越纳米级别的。怎么会这样？怎么会传播的这么快？不仅如此，他还惊动了军方，不仅是大夏的军方，连国外的军方赶来的路上，军方也看到了。小志，我们是看到了你战斗机也是技术真因为我，因为我，你个垃圾，听到了没有？世界各个军方都来争夺我，而你就是制裁你。爷爷，
我要不要把这个废物提前给他绑起来？到时候军方来了，直接交给军方处置。你敢动我一下试试？大庭广众之下，不要失了我徐家的气。小内，下了节目，老子把你打得满地找娘。这个节目之后，不但你欺负不了我，而且你徐家作威作福的日子也彻底结束了。马上就要被军方制裁的废物，也配说这种话？徐有为刚才已经说过了，大夏军方在来的路，最后的结果还没有敲定，你就这么肯定军方最后会承认你？难道是你吗？是我，最后一定是我。如果你不怕得罪军方，你尽管。我怕得罪军方，是你丢了整个大夏的脸，不是我，你知道吗？军方制裁的要是你，我只不过是替军方提前动了手而已。一会儿等军方来，有你好戏看。无论军方还是任何人，到最后一定会为我而来。导演，这书城老是不验证，观众对我们意见很大，我们要不要把他赶下去？收视率已经快要突破80了。啊？对，赶什么赶？要不怕了，我没有这么高收视率。主持人，用下场，尽快验证。苏晨同学，如果你再不进行验证的话，我们只能当你在撒谎，将你赶出我们的节目。我当然可以验证，我会让整个大夏都知道，他徐有为才是大夏的耻辱，是学术的败类，是外国人的走狗。闭嘴！你竟敢如此说徐教授！你这个江城的贱民，毫不尊师重道！我徐有为在此宣布，大夏科学院从现在开始断苏晨学路，永不录取。你断我学路，你配吗？你徐有为根本没有资格当学校的教授，没有资格成为任何人的导师。你徐有为的学术几分真几分假，只有你自己最清楚。你放肆！竟然质疑徐教授的科研成果！知道徐教授是谁吗？就这么诋毁？他是谁呀？我爷爷，那是大夏科学院的未来院长。那大夏科学院不过如此。你怎么能这么说？太不知道尊重学术前辈了。那你问问他，他配吗？他的科研成果经得起质疑吗？你如今坐在现在的位置，是靠你自己吗？真是完了！好，江城人好，我徐有为以下一任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宣布，断苏晨学路，断江城所有学子学路。经大学复议，怎么能这么说呢？苏晨干的关我们什么事啊？对，把教授的脸都屏蔽了，太容易死对吧？经大学复议，从现在开始，西南大学复议，前北大学复议，苏杭代表前北大学，现在开始，招收任何江城学子，并撤出所有江城的师资。什么？再也不招收江城的学生了？那我儿子不是完了吗？去他妈的苏城！这样一来，江城不就成为空城了吗？我上个月刚贷款买的房子，完了，全完了！哎，不行，我得赶紧把我的户口迁出江城啊，省得被苏晨给连累了。不行，咱们不能那么轻易放过苏晨，把他赶出江城，让徐老回心转意。导演，这不就是说以后江城都不会再出现任何一个科学家吗？苏晨，真是害了整个江城啊！江城没有了师资力量，会造成大量的人口流失，江城将会彻底沦为一座空城。苏晨，你是整个江城的罪人，你是整个大夏的罪人啊！哎呀，我刚考上徐教授的研究生，这下我也遭殃了。哎呀，我每天起早贪黑，就是为了徐教授的研究生。哎呀，气死我了！我要打死他！气死我了！我们大夏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渣？把苏晨赶出江城！把苏晨赶出江城！苏晨，你在大夏要人人喊打喽！看到了吗？这就是你的下场，就是你那个废物老爹的下场。从明天开始，你会在大夏如过街老鼠，你会大夏卑贱的贱种。你们做的这些，我根本就不在乎。你断我学路，对我也丝毫没有影响。但是你断江城学子学路，我自然会给他们出一条更为光明的道。就凭你，你知不知道自己给江城带来了多大的灾难？只要我一声令下，江城学府
将会倒退50年。就凭你这样的丧级之犬，外国人的走狗，也配封杀我江城学子？你还敢辱骂徐教授？1分钟，你还在这吹牛？1分钟，还有1分钟，江城全城断电，全网瘫痪。到时候，那些拒绝接收江城学子的高校，将会后悔莫及。因为我苏晨，一个江城学子的名字，将会被永远的刻入人类科研史的里程碑。20秒，历史性的时刻即将到来。还在那装腔作势。20秒之后，江城全城断电，全网瘫痪。徐教授还有什么话，等停电之后再说。对了，千万别忘了，等江城和大厦全部停电、全网瘫痪之后，自己下跪的承诺。你5秒。3、2、1。舒晨，成功了吗？哼，成什么成？我手机信号还在。果然是有什么样的爹，就有什么样的种。大一小2个骗子，小年纪不学好，只会哗众取宠。很快你就会知道，哗众取宠到底是谁。与其大言不惭，不如拿出点真本事。谁在这里妖言惑众？所有正在关注这场直播的单位和朋友们注意，一场万亿算力单位的风暴即将席卷全球，请立刻提醒你们治下的民众和身边的亲朋好友，断开网络或电源，远离智能设备。我最后再提醒一遍，全球全体人民，请断掉所有电源，以免造成不必。够了！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呀？还全球瘫痪？我呸！舒晨，你知不知道，如果你说的是真的啊，全球网络瘫痪，那可不只是经济损失那么简单，有无数人会因为你而丧命啊！你知不知道啊？远的不说，就坐飞机，如果没有网络，没有卫星导航，失事的概率几乎是100%。这样的责任，你承担得起吗？我早就设定好了程序，这场算力风暴不会波及交通和重大设备。我做这些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证明自己，也不是为了获得特定盈利。你可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说的那么大义凛然，你倒是让整个大厦全部停电，全部网络瘫痪。别说给你3分钟，300分钟、3000分钟也没用。妄想赶超人家华尔街50年的科技，简直是痴人说梦。你们只要记得自己下跪道歉就行。还我！江城人录取资格看来太轻了，这样的败类，滚出大厦！未来的大国之争就是算力之争，未来的时代是大数据的时代，是智能的时代。如果把数字比作火箭，那么算力就是火箭的加速器。谁掌握了算力资源，谁就拥有了引领第4次时代革命、数字革命的终极武器。曾几何时，我们受制于人，一个市场价10万的光刻机被那些傲慢的强盗以10倍、100倍的价格卖给我们，而我们只能选择忍气吞声。没有技术，就没有说话的资格。今天，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那个工业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已经被我大夏摘得。5000年波澜壮阔，我大夏终将完成伟大民族复兴，重回全球之巅。好，太好了，说的比唱的都好听。芯片是重要，但有那么重要吗？你差点把自己吹成民族英雄了，老子他妈的差点也信了。老子告诉你啊，苏晨，老子发明的那个隐形涂料，比你那个什么芯片长1万倍。如果苏晨的芯片是真的，那么他就是民族英雄。没错，徐少，数字化现在已经进入到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别的不说啊，就单一个手机，已经成为现在所有人的必需品，更别说军事、医疗、农业等，90%以上的行业
都离不开超级算力的支持。怎么样？全球瘫痪一会儿没什么大不了嘛。如果你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那我跟你说个实际的：战争。未来的战争拼的不是人命，是技术。技术代差的恐怖，就比方说一个开着坦克的士兵和一个拿着长矛的原始人打架，士兵只用轻轻按下一个按钮，这个原始人甚至整个原始部落都将被碾压。100年前的大夏，不就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吗？他能吗？瞅瞅，又过3分钟了。你研究的那个什么超级芯片，验证成功了吗？还有你那个什么亿万算力值在哪儿呢？狗屁都没有，高谈论阔。超级芯片即将运行，3分钟之后，强大的算力涌入，全城断电，全网瘫痪，江城、大夏乃至整个圆球将会进入黑暗时刻。这小子不见棺材不掉泪啊，非得全家被人唾弃才知道厉害啊！咱们电路和网络没什么情况吧？没有啊。苏晨这小子就是唬着我们玩的，给我们免费当笑料而已。哎，什么？学长，不好了！瞎咋呼什么？大事跑了，院长，我们的电路和网络出现了异常，魏家村已经断网了。怎么？怎么回事？怎么关键时刻死机了？谁说死机了？正关键呢！你这什么牌子的电脑？怎么突然卡住了？怎么可能啊！我这可是最新型的水果电脑，不应该啊！哎，我手机没法用了，怎么回事？哎，我的也不能用了。真的不能用了！哎，什么情况？老公，怎么回事啊？这不是稳稳的吗？院长，赵家村全村都停电断网了。哎，怎么回事啊？这一定。赵家村也断了，怎么会这样？院长，钱家村也是。真的来了！快保护所有设备！院长，不好了！战场的算力值突然暴增，增长了多少？10万个单位。还好，才10万呢，我们还能挺住。院长，刚刚短几秒，又有300万算力单位涌入江城。多少？300万。院长，算力值已经增长到1000万了。快，中心所有的设备都切断电源，防止烧坏，能保护一个是一个。好。等，留下动测试台。可是算力灾难就要来了，反正也是完了，我就亲眼看看这场算力风暴究竟能不能把这个世界改天换日。这是多少？5000万个算力单位。多少？7000万。怎么会？一瞬间竟然有相当于100多个江城的算力值涌入，怎么回事？院长，测试台报废了。怎么回事？我的手机操作不了了。我的手机怎么不能操作了？爷爷，我手机也不能用了。你到底干了什么？网络竟然真的瘫痪了，我们现在就赶紧去节目现场。我要求苏晨加入我们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担任总负责人一职，公司要20%的总力分红。哈鲁大学苏晨教授的职称。快，准备飞往大厦的软件。根本就是垃圾。苏晨才让我们要找人，这还分不下去。苏晨是我们大韩的子民。快，立刻前往大厦，找到苏晨。
我可以让全球网络瞬间陷入瘫痪1秒，再重新唤醒。网络恢复啦！啊，又恢复了！你瘫痪，瞬间恢复，你成功了，苏晨，你真的成功了！奇迹，真是个奇迹呀！有生之年，我能看到大夏的芯片站上世界之巅。苏晨，你是民族英雄，是我们大夏的英雄。医生，我觉得成功了。怎么可能？那可是万亿个单位的算力，那可是超越纳米级别的超级芯片呀！老师，我们到了。里边什么情况？徐志还在吗？还在，而且我们是最先到的。走，我去接他。部长，还有一个情况，苏成和徐志徐教授发生了争执。放肆！徐志和徐教授绝对不能动。老白，咱们绝对要保护大夏的栋梁，大夏的未来。好，现在立刻调集兵力，封锁整栋大楼，以防战斗机隐身技术外泄，严格监视苏城的行动，必要时可以采取军事逮捕。是，务必要保护徐志和徐教授的安全。我们大夏的军人要誓死守护大夏的英雄，守护英雄的家人。司令，据汇报，华尔街军方挺正在赶来的路上。不许他们踏入大夏土地半步。徐志只能是我们大夏的，他研究出了战斗机隐形技术，涉及到国家的安全，要保证绝对的控制权。是。我们上去，苏晨将载入人类的史册，将出现在一代代的教科书上，受所有人敬仰。因此，将响彻整个世界。我研究光刻机，研究超越纳米级别的芯片，从来都不是为了个人荣誉。芯片不仅是民之重器，更是国之重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基石。而我希望凭借使用这枚超级芯片，率先开启大夏大智能时代。大夏大智能时代，我甚至无法想象那会是什么样子。大智能时代，你是说？没错，人工智能。算力的终极成果之一便是人工智能。人类在第2次工业革命中解放了30%的生产力，在第3次工业革命中解放了60%的生产力，而大智能时代的到来将解放90%的生产力。到时候，人类将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探索更广袤的星辰大海。二阶都没办法办到的事情，大夏怎么可能办得到？你一个高中生怎么可能办得到？我早就说过了，你办不到，不代表大夏千千万万的科研工作者办不到，不代表大夏未来千千万万的学子办不到。我泱泱大夏，一定一代胜过一代。好，说得好，我们大夏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奋斗传承，才能走到今天。不错，正是有了苏晨这样的青年才俊，我大夏才会越来越强。苏晨同学，我要为我自己之前的言行向你郑重的道歉。我们也要真诚的向您道歉。对，我也要向您道歉。现在你们该兑现承诺了吧？你要干什么？我爷爷可是大夏科学院的院士啊！院士就更应该以身作则，说到做到，给我们大夏所有人做一个榜样。徐教授啊，我小孩子还知道啊，诚实守信。那徐教授您也得遵守。不错，不如就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做个证明。也不可能！大夏科学院的院徐有为，你瞧不上我父亲。大家可能不知道，我的学费是我父母
一家一个鸡蛋，一家一个土都求来的。没有我父亲，就没有今天的我，就没有这位超级芯片的问世。当年我父亲作为虚有为的博士生，却被莫名其妙的安上学术造假的名头，不仅所有成果毁于一旦，更是被所有人欺负，被所有人瞧不起。但是我很清楚，我父亲光明磊落，绝对不是这样的人。这其中难道还有隐情？当年我父亲研究的正是隐形涂料技术。陆晨，你别以为自己研发出了光刻机就可以信服别人。我看这里面还有不少猫腻呢，是不是你研发的？不一定，是与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一旦光刻机上交，大夏就会满足我的要求，彻底调查这件事情。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下跪，替我父亲道歉。大的胆子，你要让谁跪地给你道歉了？大夏最高科学院院长，大夏第一代芯片奠基人李洛伊，李老。连李老都来了。我在周年阅兵大会上看到过，大夏军部的老总潘道生。我已经通过直播都看见了，年纪轻轻竟然还说自己研发出超越纳米级的光刻机，哗众取宠，大放厥词。不是李老，书晨他真的发明出了？没有你说话的份。谁是徐静？我是。好，不愧是名门之后，真是英雄出少。我大夏能有你这样的年轻人，是大夏的之幸啊！您是来找我的吗？不错，小小年纪就能发明战斗机隐形涂料，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呐，堪称天才呀！哈哈哈！苏晨呀，苏晨，千算万算，还是我赢了。李老，你可要为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主持公道啊！你放心，你们起争执的事情我已经知道，有必要时，我会对苏晨进行军事制裁。儿子已经成功了，为什么李老这样对他？李老，他一定是误会了，我们的儿子试验成功了。超越纳米级的事业群已经问世了。导演，李老是不是误会？要不要帮忙解释一下？暂时不要，李老这样的人物，我们都对不起啊。李老，不用给他废话了，直接将他逮捕。这事先别急，我想问问你是如何研发出隐形涂料的情况，又对光刻机有如此的见识？你写的那些算是经过验证了？刻机算是，我发明的是隐形涂料啊，关光刻机什么事儿？别问了，他根本回答不出，因为物理试卷的最后一题是答的。无道黄河心未死，在我面前还大言不惭。好啊，那你说说你是怎么做的？徐志，你换我高考试卷的时候，应该没想到。你说什么？谁换你高考试卷了？你就是一个普通的穷学生，而我是发明出战斗机隐形涂料的天才，用得着换你试卷？还敢在这胡说八道？这可是大夏全国高考，大夏现在在称称榜。别说是换成绩这样的大事，就算是今天换一道小题，都绝对不能发生。好，既然你们都说没换，那我倒要问问徐志，这次高考物理考试你考了多少分呢？这苏晨每次摸底考试物理都是满分，这次高考就算不是满分，肯定也差不到哪儿去。这物理考试啊，考其他选手还行，考我。不错，这样天才就应该一起出发。那所以是多少呢？苏晨，既然你那么想知道，那今天我就告诉你，你这种穷学生跟我这种天才之间的差距，宛如萤火与皓月。你听我，这次物理考试不出意外，应该是满分。你考了满分？不错，李老。这种等级的考试呢，对于我来说就像1+1等于2那么简单。苏晨，像我徐家这种家，
每年都会给我请顶级的专家教授来给我上课，而我呢，你那个环卫工人的老爸能给你什么？如果你真的换了我的高考成绩，那么你的成绩就不是满分30。胡说什么呀？怎么可能是30分？老板，这别着急，有我们在，事情忘不了。怎么可能是30分？那是因为这次高考物理试卷最后一题是我答的，只考了30分。疯了吧你！你考30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怎么没关系？如果你换到我的高考成绩，就跟你有关系。胡说什么？这可是高考，是你人生唯一逆袭的机会。我考30，你不要前途了吗？我的前途不是你徐家这样肮脏卑鄙、卖国穷的科学败类可以阻挡的。就算我只考了30分，那我这30比大夏考生所有成绩加起来都还要重。思辰，你真是刺激疯了你！你敢考30，你连大夏的3流学府都上不了，你将永无出头之日。30分，你敢拿你这个未来去赌吗？3流学府，告诉你，我这30分可以让我直接进入大夏科学院，就连那些科学家院士都要向我请教。放屁！事到如今了，还敢大言不惭吗？李老，他不尊重科研，不尊重院士的人，所以我建议直接将他逮捕，送到军事法庭，交给军事法庭审判。你给我住！你凭什么？你为什么只考了30分？因为物理试卷的最后一题是一道附加题，分值只值30分。思辰，你是真疯了你！高考都是固定题型，我从来就没听说过有什么附加题。那是因为你只换了我的高考试卷，根本没去参加高考。精神病，你就是个精神病！就算有附加题，就算你做出来了附加题，又能怎么样？不就得了30分？高考看的是总分。看来你是觉得换了我的高考试卷就高枕无忧了，连试卷都懒得去看一眼。因为那道附加题是关于研究光刻机的附加题。光刻机？你研究这光刻机研究疯了吧你？你当大夏的出题组是白痴吗？这是高考，普通高中生怎么会去做这光刻机的题呢？你想想，李老，这人就是精神病，我现在把他拖出去，交给精神病医院。我说了，你给我闭嘴！李老，你说你为什么去做了附加题？因为那一道题我就写满了整张试卷，根本没有地方再写其他题，所以我只写了那一道。全都对上。是啊，是什么呀？什么对上了？过来看看，这是你的试卷吗？真的是做了一道题。没想到啊，没想到，我大夏最公平公正的高考，调换试卷这样的事情，大科研大夏的侮辱，严查，备课严查。不是的，李老，这是我的试卷，刚才我搞错了。你看，我只做了一道题，不，最后一道题，不是最后的一道附加题。一开始我就不相信，你们徐家既然能调换高考成绩，那么苏晨的父亲的学士造假，看来也是有问题的。苏晨同学，这光刻机的理论你是怎么想的？是否有实现的可能性？李老，不只是理论知识，苏晨是我们大夏的英雄，英雄少年啊！你们刚才说什么？大夏将兴啊！大夏将兴啊！大夏将兴！到底怎么回事？苏晨，他发明出了超越纳米级的芯片，算力达到万亿级别的超级芯片呐！别胡说，这真的是我孙子的试卷。对，李老，是我的高考试卷，你看上面还有我的名字呢。险些我就亲手扼杀了我大夏的未来呀！你们不珍惜人才，我们珍惜。
你们是谁？我是大唐使者，我代表大唐邀请苏晨先生担任我科学院副院长，任何资源可以随意调动。苏晨先生，我们愿意出年薪2000亿，聘请您为国家科技部副部长，等同于我国大唐。苏晨先生，我们大唐是全世界科技行业顶尖，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要求您上40度，并享受我大唐第20个走地分红。苏晨先生，加入我们吧！苏晨先生，加入我们！这些人是怎么放进来的？超过60个国家给大夏发了通讯，要求会见苏纯先生，否则就集体发动外交战争。我们没有拦住。闯祸！两位使者，苏晨可是我大夏的。李先生，这科学可是不分国界的，更何况我们国家有人诬陷苏晨先生，还诬陷他的父亲，这令我们对全世界的人民感到幸福。这如果是在我们大唐，断绝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大汗也是，苏晨先生要是在我们大汗，那绝对会受到最高等级的尊重。不行，苏晨永远是我们大夏的孩子。哎，幸亏我们班是有你，原来苏晨的空气学习成果谈不上呀。苏晨他爸真的好可怜，为了科学贡献了一辈子，没想到最后还被自己的老师把研究成果给偷了。我们也要向苏晨看齐，好好读书，为了科学，为了大夏发光发热。老公，我平时是不是太关心娱乐圈的那些事情了？那些明星站在台前光鲜亮丽，让我们都忘记了那些在背后默默付出的科研工作者。是啊，没有李老、苏轼这样的科研工作者，哪有我们现在的生活呀？老公，以后我的偶像就是苏轼，就是李老，就是千千万万科研工作者。向苏晨道歉，热搜第一！气死我了，气死我了！都怪徐志、徐有为这两个混蛋，卖国贼，必须严惩！必须严惩！哎，李老，你为大夏光刻机贡献了一辈子，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我。您不必如此，我是不可辱啊！我生在大夏，长在大夏，不出意外的话，我会葬于大夏。大夏就是我的根，就是我的魂。我大夏历经沧桑，100年屈辱，100年复兴，长路漫漫，不知有多少精才绝艳的人才付出了一切，甚至是付出生命。我苏轼虽不可前辈，但也希望为我大夏伟大的民族复兴奉的年补之力。好，说得好，这才是我大夏的好男儿。有你这小少爷，我大夏何愁不信呢？周仁杰，你要不再考虑考虑？如果你感觉条件不合适的话，我们可以回家的。时间也快到了，既然如此，那就不会用一些强制手段了。不能让苏轼成长起来，不然我们就完蛋了。风光全球，苏研发成功，超越纳米级芯片，发动两火箭队，抢夺苏轼。是，我马上要发通告全联盟，但是要 boss， 你这是要发动战吗？从开始，如果我们成功失败，你知道我们即将面对是什么吗？是什么呢？想想你以前对大夏做的所有的事情。Oh no！ 所以，哪怕发动战场，我们在大夏成长起来，不然我们所有人就完蛋了。不好了，老师，超过30个国家集体派出战斗机，啊？想发动第3次世界大战吗 ？No， 苏轼先生这个规划，你们大夏是不配拥有，它属于我们大唐。打就打，100年前我们大夏都不怕，现在我们大夏还会退缩吗？我们大夏会保护每一个大夏的人民。你们大夏确实是和以前一样，可以负责任的说，不只是这60个国家，
这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难道你大夏和全世界作对吗？那大夏的未来，只要我还活着，你们就休想对他造成任何伤害。对，现在最后一道墙。常云教授，好，我倒是要看看是飞机大炮硬，还是你们的血肉之躯硬。老夫一把，为了光刻机消磨自己，老夫没有死不成，就让我为大夏的未来再贡献最后一滴。愿这把火燃起不息世，让大夏永垂不朽。你们想对付苏晨，对付我大夏的未来，就从我身上爬过去。超越那武器光刻机、超级芯片，一定在大夏。难道？没错，李老您所的人工出都是过半的，超级芯片已经试验成功，研制成功了，研制成功了，好啊！哈哈哈哈哈！在我有生之年，我还是见看到这一天。今天我苏晨代表大夏通告全球，大夏正式进入芯片威慑时代。凡我大夏领空，一国战机禁止飞行。凡我大夏领海，一国战舰进行。凡我大夏疆土，没有大夏批准，一国进行。